你还是来了。是冷坤告诉你，我爹安葬在这里的吗？昨日你跟我说城隍庙，我就已经想到了。郎大哥跟我说了很多你爹的往事。哦，是吗？他说了些什么？郎大哥笑话你们父子俩，说你们上辈子肯定是欠了先帝和皇上的，所以这辈子才来替他们背负骂名。君臣之道，我和父亲都为臣子，不得不为陛下做这些事情。他还说，先帝有一次好大喜功，非要追击穷寇，结果8000士兵全军覆没。他把这件事情推到了你爹身上，你爹被革去大将军职务2年，是不是？倒不是我父子为皇帝愚忠，若是皇帝等，天下必将大。正所谓，兴百姓苦，亡百姓苦。政局动荡，最后苦的还是老百姓。先帝也真是太过分了，这样的忠臣都给冤死了。长公主却还一直觉得是我爹害。你说什么？不是长公主害死你爹的吗？以前服侍长公主的一个宫女告诉我。长公主，魏燕一介武夫，又是有家室的人，实在不敢高攀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这个字会一生一世跟着我。你就这么绝情吗？你去问问我那些侍女，她们以前个个都说我珠圆玉润，可我现在天天为了你，茶不思饭不想，你就这么对待我吗？罪臣该死！你每一次出征，我都会跑到城楼上等你，盼着你得胜归来。而你呢？我对你朝思暮想，心心念念，可换来的是什么呀？就换来这4个字吗？我是金枝玉叶，我低三下四求你，你还想让我怎么做？你说，你不能放弃你的夫人，可以。我可以让他一直跟着你做妾，我也不介意你有个儿子。我跟你说过的，我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。你还让我怎么样啊？我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把我害成现在这样，你就这么铁石心肠吗？那个时候我还小，这个女的每一次来，我都会非常害怕。她真的是爱得疯狂，真的没有想到，最后我爹居然连命都丢在她手上。像这样的人，于人于己，都是一种灾难。为爱痴狂，一不小心就会跌入万丈深渊。你可以讲讲你的计划了。这个计划必须有你在，才能够实现。魏大将军，你到北部去一趟，联络一下那边的部下，名单我会陆续的送给你。好，这次任务不如就交给我吧。近来昏君的寒症时常发作，他已经命我出宫去寻找高人，为他医治寒症，不就正好方便做这个任务吗？宁妃娘娘，本王觉得你出宫送这个名单只是一个借口吧。你应该是想和魏大元帅在宫外私会，在我看来，你们俩是不是有点太新奇了？我倒觉得你们俩不用这么着急，大业成了之后，
等那个昏君退位，我会和长姐亲自给你们主婚。广定王，这魏大元帅与宁贵妃何来的私情？我曾在宫外7次见他们私会，这每一次都是正襟危坐，眼角眉梢一点暧昧都没有，连小手都没牵过。若是旁人见了，恐怕会以为他们平日里的亲密暧昧都是装出来的。严先生，我虽然不是什么3贞9烈，但是我也懂得女子的矜持。我与魏大人发乎情，止乎礼，没有成亲，又怎么可能名正言顺的在一起呢？更别说是在你都能看到的地方亲热了。是吗？只怕这发乎情，止乎礼是假意装作有私情，让长公主对你们放下戒心，实则是那皇帝的细作才是真。严先生，在下讲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给你听听。20年前，有一位小公主爱上了一位大将军，这位小公主长得非常标致，才17岁，而那位大将军已经30好几了，有家室，有儿子。但小公主从来没有介意过，她一心一意地爱着这位大将军，还将他的名字刻在自己的身上。小公主并没有要求大将军娶她，而且还很克制，因为她知道这份感情会给大将军带来不良的名声。她不愿意这么做，是因为她深爱着这位大将军。魏大元帅，你为何讲这么一段故事啊？小公主对大将军这份情感实在是深沉，每当大将军一出征，她就会走上城楼，坐在石墩上等，直到等到大将军回来。她可是金枝玉叶，只要她开口，皇上下一道圣旨赐婚，她就可以得到梦寐以求的人。但她并没有这么做。严先生，你知道小公主跟大将军独处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吗？什么呀？她从不越雷池一步，最多只是偷看他2眼，因为她害怕连累到这位大将军。如果按照严先生您的说法，难不成他们2人的感情也是装出来的吗？你这分明是强词夺理嘛！这算哪门子佐证啊？严先生，论谋略计策，我魏某很佩服你，但说到男女之情，也许你不太懂。真正的爱情不是干柴烈火，而是细水长流，却又深沉似海。魏大元帅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相信你和宁贵妃之间的感情是真心的。我们继续说名单的事情。你们退下吧。是。小公主对大将军的情谊真是可歌可泣呀。刚才我说那番话的时候，真怕我爹在上面听见，一个雷劈下来，劈死我这个不孝子。不过今天严正突然发难，我都措手不及，还好你机智，否则的话，长公主已经怀疑我们了。他是想让我们自己露出马脚，他这是心急了。如此，我们就更不用慌了。魏广，我有件事情不明白。长公主她明明害死了你爹，可为什么听你说那段话的时候那么感动呢？难不成她还爱着你爹？
人的情感是很复杂的，爱恨往往是一瞬间的事，更何况长公主一直觉得，在这段感情里，她才是受害者，所以她会被自己感动。初见你时，你在爱情里就像个木头，没想到你的感受会如此之深。情到深处，自然会明白。还有一件事情我也不太明白，严宽他是否真的已经找到了皇太后给朗坤的信了？如果他已经拿到了，为什么今天不拿出来？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百口莫辩了。他应该是拿到了，否则也不会出言试探我们。他应该还是在等更确凿的证据，毕竟那封信只能证明朗坤和太后的关系。这人心机深沉，你要小心。皇上，你是九五之尊。长公主万安。母后睡多久了？啊，睡了一会儿了。母后平日里都这么说梦话吗？太后在睡觉不安稳的时候，就会说2句梦话，一会儿就好了。那她都说些什么呀？不过是些宫中的琐事而已，奴才也记不清了。母后睡得如此不安稳，本宫要好好瞧瞧。离开，你的身份已经母后，发现。您说让谁离开呀？你的身份，什么身份？已经被人识破了。皇上晚安，贵妃娘娘晚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挑来挑去，臣妾还是觉得他最合适。朕也这么认为。臣服，我有个机密任务要交给你。明天一早，我会派人暗中送你出宫。是。下去吧。此计环环相扣，朕觉得还有些忐忑。皇上，这盘棋咱们一起下，这不就是兵书上所说的人和吗？怎么，你还看兵书了？臣妾待在皇上身边，总不能永远不学无术吧？皇上请放心，魏广已经想得很周全了。严大人，怎么样？有说的吗？严大人，他们这些人被我们打得皮开肉绽的，但是还是没有问出来。说，嘴硬，嘴那么硬，嘴硬啊！严大人，你到底想让我们说什么？我女婿火焰红曾经治好过朗大人，他来报恩，所以行了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你的7个子女已经死了4个了，难不成你想让他们也死啊？到时候没人给你送终，啊？还有你们，个个都见过朗坤，就没发现点什么？他每年来祭拜的时候，就只是和我们打个招呼罢了。该说的我们都说了，你还要我们说什么？是啊，是啊，说什么呀？
这样啊，他们若是再不招为人父的，就打他的子女；为人夫的呢，打他的妻子。记住了，往死里打。我这个人呢，向来是有赏有罚的。日落之时，若是有谁问到了确切的消息，我就给他官升3级。至于那些什么都没问到的，我就把你们当作朗坤的同党，当作细作论处。听清楚了？是，严大人。现在离日落好像也没几个时辰了，还不动手！打！死里打！报告严大人，宁贵妃离开皇宫已经几个时辰了，看方向应该是去云龙镇了。我们还查到了魏广在云龙客栈订了一间厢房。继续说。很多飞虎营的高手乔装打扮，也潜入了云龙镇。有多少人？不清楚，但估计也得有100-200人。飞虎营总共200-300人，竟然来了过半，莫非是皇帝要来？你们接着去查，多派些人手，我随后就到。是，快去。皇上，张姐，你来了。皇上突然找我来，有什么事吗？张姐已经回宫那么长的时间，我们姐弟2个还没能好好的说说话。朕想找你聊聊家常。是吗？你觉得可以成功的骗过他吗？
那就要看皇后娘娘的演技了。皇上，瞧你说的，你我同气连枝，你的江山不就是我的江山吗？我干嘛要反你的江山呢？长姐和广定王策划的远大未来，3岁的孩子都能看得出来。朕让你们一步，封你们为南北护国公，江北18郡朕都可以给你们，能满意吗？皇上，没什么特别的事，我就先走了。长姐请便吧。严大人，有人送了这封密函给你，拿来。下去吧。是。燕正，我们做个交易，你将我恩人亡妻的尸体还给我，将他家人也交给我，我就告诉你我的主子是谁，我的同党还有谁。有兴趣交易的话，今日未时，南西镇景轩酒楼见。有人吗？哎，天说变就变，刚才还好好的，突然下起这么大的雨。皇后娘娘晚安。免礼。这皇后娘娘为何独自一人来到此地？你不是长公主身边的谋士严先生吗？正是在下。店小二，娘娘，严某有些要事要借此地一用，所以这整间酒楼的人都被我调走了，还望娘娘见谅，能给严某几分薄面。本宫想吃2个小菜都不可以吗？罢了，本宫这次是微服出宫，有些私事要办，所以身旁没有带人，也希望你不要将此事说出去。明白，只是严某确有要事，娘娘可否先行离去？若是因为外面下雨影响了娘娘的出行，严某可派人送娘娘去别的住处。免了，本宫是秘密出宫，也不希望被别人看见。既然你有事，那本宫就先走了。恭送娘娘。竟会如此巧合！不等了，取我的令牌，把那些囚禁的人都押进宫中。今天就动手，我要提前行动。是。皇后，长公主，你这匆匆忙忙的要去哪儿啊？也没什么事。太后今日精神好，说是让我去承祥宫陪她说说话。那我就不陪你闲聊了，别让她老人家久等了。谢谢。长公主找我有急事。他们是何人？参见长公主。参见长公主。义弟，这么急把我叫过来，什么事啊？3位，今天是严先生找你。哦，
严大人对我们3个人又有什么要交代的？把门关上，不准任何人出入。是。人都齐了，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：我们又有36名将领被那个昏君抓了，只因我们之间有细作，将这些将领的名字报给了皇帝。魏广、朗坤、宁贵妃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今日若不将细作揪出来，我严正誓不为人。又怎么了，严先生？究竟谁才是细作？就凭你一张嘴说吗？人证、物证呢？这封信的字迹，您应认得。这封信就是朗坤勾结太后的罪证，我读给大家听。朗坤，哀家有件事要辛苦你去做，你拿着哀家这封信，去广宁郡首府找李文祥。长公主，您看，这确实是皇太后的字迹。严正，朕很感激你。如果不是你将叛臣的名单交给朕，朕的江山就岌岌可危。长公主，那个昏君的字迹很特别，你应该认得出来啊。严正，这种冒充字迹的信，我做100封都可以，全部都是润芳斋刘先生所写。你拿这个东西做物证，分明是在构陷我。广定王，事到如今，您还要相信这3人不成？每次您将名单交给他们，我们的人不是死就是被抓。您真的相信这一切都是巧合？这当然不是巧合，我们当中确实有细作，但不是我们3个，而是严先生你。笑话！严正，你这步棋下的可真够绝的。你一早就是皇帝的人，潜伏到长公主身边当细作，为了不被怀疑，每一次你出卖长公主之后，就把脏水泼到我们身上，拿我们当替死鬼。上次永东门火烧石库爆炸是这样，这次36个将领被抓也是这样。你恶人先告状，颠倒黑白。朗坤，贼喊捉贼！长公主，您不是告诉过我，那封名单你已经交给了宁贵妃吗？昨日早上，我在云龙镇的云龙客栈对面，亲眼见到宁贵妃将名册交给了魏广，随即魏广又将名册交给了另一个人，而那个人正是微服出巡的昏君。是吗？严先生，你昨天早上真的在云龙镇见到了我和皇帝？自然。那可真是活见鬼了。那个昏君告诉我，昨天早上他约了长公主，而且他一番好意想要跟长公主求和，可是呢，却碰了一鼻子的灰。长公主，您昨日真的见到了皇帝？您见到的那个是假的，我听说那个昏君最少有5个替身。长公主和皇上从小一起长大，难不成连亲弟弟的样子都认不出来了吗？我明白了，这是个局。我昨日见到的皇帝才是假的。魏广，这个局就是你布的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个吃里扒外的，一时说长公主昨日见到的皇帝是假的，一时又说你自己见到的皇帝是假的。那我和广定王中午在景轩酒楼见到的你和皇后是真的了吧？我们2个亲眼见到你进了酒楼，不久后皇后就来了，不知道谈了什么，皇后前脚走，你就跟着走了。我有没有说错？我有没有冤枉你啊？昨日我还听我的长姐跟我讲，说她看见皇后鬼鬼祟祟的进了广宣宫，见了那个昏君，随后我们36员大将就被抓了。
分明是你出宫将这本名册给了皇后，随即皇后又给了皇帝。严正，我是真的好可惜那36员大将，他们死得好冤。还有我跟我姐花了那么多的功夫才建成的火箫石窟，都毁在了你严正的手里。长公主，我严正一直陪在您的身边，为您出谋划策。只要是您的绊脚石，我都会为您清理干净。您真的信我是细作？严先生，做人不能太偏心。当日你仅凭捕风捉影的猜测，就将我们3人定为死罪。今日你的言行已经昭然若揭，还要巧言推诿吗？其实，我真的不想相信。但前几日我去了承祥宫看望皇太后时，听到她在梦话中提到了这个细作的名字。我问过了宫女，没想到他们曾反复听到过这个名字。这个细作就是你，严正。你可真是高啊，佩服。拿下！废光！大家都不用再害怕了，可以说真话了。贵妃娘娘，我女儿死了18年，这个畜生居然把她的棺材都挖了出来。我们一家16口人，现在死的只有我们4个人了。贵妃娘娘，他杀了我儿子，还逼我乱说口供，冤枉好人，简直就是个畜生！我要杀了他，为我儿子报仇！把这个贱人拖出去斩了！王爷，王爷，别杀我！王爷，我当真不是细作，王爷。铁证如山，严正，你还想狡辩吗？不过是贼人的几句话，你只要置我于死地，那其他那些跟着你的兄弟呢？他们也会心寒的。即便王爷要杀我，也要给我个机会才是。王爷。你想如何自证清白？就在今晚，今晚会发生一些事，会让你明白我不是细作。倘若我说错了，王爷再杀我不迟。好，先压下去，明天处置。是。王爷，王爷，你要相信我啊！严正，你跟我说昨晚会发生一些事情，证明你不是细作。可是到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不巧，我在你房间的地砖下面发现了这几封信，皇后写给你的。不可能，王爷，绝不会有此事发生的。定是有奸人冒充皇后的笔迹加害于我，王爷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我怎么可能会？你会后悔的。
魏广的计策已经成功的离间了严正和长公主，严正已经被广定王处决了，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军师，应该会暂缓行动，也为我们争取了时间。这也是哀家担心的。哀家这记性越来越差了。这么多年，哀家在暗中为皇上撑着腰背，好让他站直身子做皇帝。可是近来，哀家力不从心了。太后，所有的大局都需要你来掌控，你必须养好身体。所以把你带到这儿，就是要把这些托付给你。托付给我？哀家有朗坤这个帮手，还有更多收集讯息的细作。趁着哀家还没有完全糊涂，哀家想把他们全部交给你。你带哀家扶住皇上，好吗？太后，你的意思是？还记得你来找哀家去劝住皇后吗？那天以后，李公公告诉哀家，你是如何把后宫和前朝的动乱压下来的。哀家打心里感谢你，你知道稳固大局的重要性，这眼界和心性让哀家决定托付于你。太后，我怕我承担不起你的嘱托。你不爱皇上，对吗？可我答应过他，不离开他。但是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离开。我知道你这都是实话，可你想过吗？你已经担起了重担，在你决心对抗长公主时，就已经挑起了重担，还能放下吗？军师严正死了，长公主卷土重来，你会置之不理吗？长公主之乱平定，大梁还会有新的危难。皇上是面子，你是里子，你还是要管的。太后，我答应你，我会替皇上铲除长公主之乱。至于你适才所言，还是先养好身体吧。也罢，一切看我大梁的命数吧。李公公在。以后有细作的消息，全部交给宁贵妃，你也要听她的吩咐。是，太后。真是太可惜了。谁？谁？可惜呀。嬴政，别以为你装神弄鬼就能吓得了我，我可不怕。可惜呀，实在是可惜呀！你们将我弟弟杀了，现在还敢来找我？严宽，我听陈廷尉说，你整日在这里唉声叹气，一直说可惜。我倒要问你，到底可惜什么？两位想知道？广定王，
我看你面色苍白，似有阴气笼罩。最近是不是撞见了我弟弟的冤魂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和我弟弟自幼心意相通，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也能感应到我在做什么。我说的可惜，是我弟弟临死前觉得可惜。你弟弟是不是很恨我？是我亲手杀了他的。我弟弟并不恨你们，他连魏广都不恨。魏广技高一筹，我弟弟输得心服口服。严先生，你一直都说你弟弟死得很冤，可我们明明都已经查得很清楚了，严正就是被那个昏君给收买了。眼见未必真，看似证据确凿的事情未必是事实。魏广的确是个天才，可是他却没想到，这个世上还有我一个严宽。至于他怎么做的，我日后会告诉你们。好，暂且相信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所说的可惜，到底是什么可惜？有3大可惜。第一是为你们感到可惜，本来大好江山唾手可得，现在却功亏一篑。第二是为先帝感到可惜，他本来并不想传位给当今的皇上，但最后却让这个逆子荣登大宝。第三是为天下百姓感到可惜。如此昏君当道，民不聊生，岂不也是可惜？那你说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动手！现在就是动手的好时机。现在就动手？当有3种异象出现的时候，就是动手的最好时机。第一，便是天现双月之时。先生此话怎讲？天上怎么可能会有2个月亮？第二，便是白天万里无云，抬头却不见天日之时。那就更不可能了。天机不可泄露，至于第3是什么，我暂且不说。等你们看见前2个异象的时候，再来找我吧。今年年景太差了，32个郡竟然有22个都失守了。参见皇上。太尉行色匆匆，怎么了？青云郡和百乐郡出事了。那2个郡一向繁荣太平，出什么事了？都是天灾惹的祸呀。前些日子，青云郡出现了诡异的天象，乃是双月天象，月亮外边还套着一个月亮。这可是暴雨成灾的先兆啊！果不其然，这几日连下暴雨，洪灾泛滥，死了不少的老百姓。百乐郡却刚刚相反，已经近1个月没有下过雨了，引起了一场蝗灾，铺天盖地全是蝗虫，已经2个多月都没有见过太阳了。既然灾情如此严重，
就赶快开仓放救济粮啊！皇上，不仅如此，此异象很可能波及到其他州郡，举国皆有闹荒灾的可能啊！朕知道了，果然是运势不济，连连出事。速召智利内史，进宫一起商议如何应对。臣遵旨。严先生，难怪先帝封你为国师，果然料事如神。你所说的2个预言都已经实现了。严先生不是说过，等第3个异象出现的时候，就会是最好的时机。第3个异象是什么？第3个不是异象，而是你们的决心。马上带我离开廷尉大牢，你们同我一起走。回到北滇之后，拜我为大元帅，立新国号。我要让32个郡同时起事。快点，快点！陈廷尉，把席子掀开，我要检查看看。这个人是得10亿死，有可能会传染给你，你最好还是不要看了。既然得10亿死的，怎么吃着手太大？我定要严看。启禀皇上，微臣碰到长公主、广定王、严宽几个逆贼，他们人多势众，微臣追捕不利，让他们跑了。马上紧闭城门，全城搜捕，放虎归山，后患无穷。是。皇上，微臣前去令禁军统领追捕3人，才发现皇城外西边大营的将领里应外合，已经保护那些逆贼逃出了皇宫。竟然有这么多将军投靠他们，他们朝哪个方向去了？朝西北去了。皇上，他们一定是回北滇再起乱政，请皇上准我出兵，臣一定会把他们追回来。好，5营兵马都归你管，如若无法追回，就地格杀。是。太后。不用多礼，魏广那边怎么样了？追到他们了吗？魏广已经回来了，追了1日1夜，只是那几个叛贼一直有大军保护，不得近身。追到凌迟军就不能再追了，那边已经是叛贼的势力范围，再追下去，只怕是有去无回。太后，看来这仗不打不行了。太后，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再多担心也没有用，只有见招拆招，走一步看一步。哀家的儿女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宁芷，皇上的性子弱，你要帮他。太后放心，宁芷一定会尽力。兵部刚刚奏报，那2个逆贼已逃回北滇，竟改号为后梁，封严宽为大元帅，正兵分4路，痴心妄想，企图要打回我燕都来。启奏皇上，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就没有回头之见了，只有开战。与其一辈子背上都插着2根刺，倒不如一次性把他给拔了。魏广，朕命你为定国大元帅，号令3军，坐镇北路，正好严宽也在北路，你正面迎战他。臣遵旨。
不过臣还有话想对陛下说。形势紧急，你说便是。这次的仗和上次打乌兹国不同，打乌兹国拼的是军力，拼的是战术，而这次拼的是民心。严宽最擅长蛊惑人心，所以臣希望皇上能做到3件事。第一，民间早有传闻说皇上您的皇位并非正统继承，而严宽一定会拿此事大做文章。而先帝曾经下过一道圣旨，任何人私下妄议此事都是死罪。虽然防止非议，只是如此一来会更加显得心虚。所以微臣建议皇上废掉这道圣旨，以显示您的心胸坦荡，贤明大度。因此旨意是先帝所留，朕不能轻易的废除。不过刚才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，朕即刻就将此旨意废除掉，以彰显我皇家之德。那第2件事呢？第2，当臣带兵出发之后，皇上不能做伤害民心的事，一件都不行。这是自然了。那第3件呢？臣估计，战争爆发之后，皇上会把国库税用来增添军备。臣却认为如此不妥。如今天下灾害频发，如不能及时赈灾救济，恐怕州郡都会暴乱四起。微臣建议，至少备足赈灾钱款，才是上策。只是对方兵力强盛，军费不足，朕怕应对不来。民心和军力比起来，民心更为重要。皇上听微臣的，绝不会错。好，此事就听你的。皇上，微臣还希望您将皇家私库捐出来一半赈灾，以彰显您是贤良君主，是叛贼所不能比，对民心所向，大有裨益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帮朕打赢这一仗，你让朕做的，朕一定都做的。过来陪本宫坐一坐吧。是。娘娘，朗坤今天来是要向你道别的。你要去哪儿？你的身体已经好了吗？好多了。我想带着飞虎营几10个兄弟上前线，刺探情报，协助魏广。你可真是闲不住啊！朗坤，你觉得这场仗真的有把握打赢吗？双方实力差不多，说不准。娘娘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你要为自己备好一条后路。我知道，我也的确应该做一些打算了。可是你也一样，你不能什么事都替别人着想，你也得想想你自己。这么多年出生入死，你不累吗？等打完这场仗，你就回到秀兰家乡去吧，去过平常百姓的日子。这么多年，都已经习惯了。等打完仗再说吧。明天一早我就出发了，我先告退了。那你回去好好休息吧。在乌兹犯境后不到1年间，短暂的和平中伴随天灾人祸，天启朝迎来第2场战争。大元帅魏广再次出征，已然是民心所向，众望所归。然此战乃皇族争权引发之内战，无论胜败，都将是大梁耗损国力之战。
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皇上，臣妾今日听大臣讲，你废了先帝的一道圣旨，是禁止妄议皇位之诏。臣妾之前怎么都不知道呢？当时先帝下那道圣旨是为了防止他人妄议继位的事情，你当然不会知道。的确，当年先帝想将皇位传给那广定王，但是没想到天意弄人，在广定王正要册立的时候，却得了天花，高烧不退。御医们数月的治疗都不能令其好转，所以先帝无奈，将皇位传给了朕。可是没想到，当朕刚刚登基才几天的时候，他的病又好了。于是广定王就认为是朕抢了他的东西，就联合我那个好姐姐长公主一起，来到处散播朕的谣言，说是朕下的毒，害他满脸生疮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广定王一直对你嫉恨不平。他们一向如此。皇上光明磊落，不怕他们说。如果都像你这般省心，那朕又何愁天下不太平？严大元帅，这仗打得漂亮。我们两个打算回北滇，在途中忽然听说严大元帅连破2城的捷报，按耐不住，立刻过来犒赏3军，顺便与严大元帅痛饮3杯。二位先不要高兴得太早，我们真正的对手是魏广。魏广，他的确是个将才，打乌兹国还是可以的，但是碰到严大元帅你，他就不算什么了吧？元帅，以你的判断，战事这样发展下去，我们何时能打到燕都？我打算按兵不动，和皇上和谈。和谈？严大元帅，你这是何意？现在战事对我们这么有利，你为什么不直接打下去？跟那个昏君有什么可谈的？我不只要和他和谈，还要指定的人选来和谈。我方就劳烦长公主亲自出马，皇上那边就指定皇后来谈。皇后？为什么要指定那个女人？严大元帅，你有何布局吗？我这么布局，自然有我的目的。他若肯派皇后来，我们就谈；他若不肯，我们就打下去。我心中这盘棋，两位很快就会清楚。元帅，您这是在想？我在想，严宽继续乘胜追击，他好像一点都不知道我是杨败。有2种可能性：第一，他根本就是一个欺师盗名的人，连我们最简单的战术都看不明白；第二，他根本就不在乎这几场仗谁赢谁输，表面上在和我们打仗，其实心里下着另外一盘棋。报告大元帅，严宽突然间屯兵不动，已向皇上提出议和。议和？他们表面情况如此之好，怎么可能议和呢？他们找的议和代表是谁？议和地点在哪里？议和地点任皇上来挑选，但是人得他们来定。长公主出面和谈，但是要皇后来议和。皇后？是的，他们说了，如果皇后不出面，他们就不谈，还要继续打。为什么非要找皇后呢？严宽到底在想什么？准备快马加急，我要修一道密函给皇上。是。哎呀，你就不用再看了。魏广他多虑了，征战沙场，魏广有他的才能，但和谈朕自会处理。你让他打好仗，
就行了。皇上，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吧。既然魏大元帅特意修书进谏，想必他已经是推测到了弹劾的不妥。你们不是让朕尽量不要打仗，以免生灵涂炭，怎么这次却让朕又不要和谈了呢？这封密函上来看，魏大元帅并不反对和谈，他只是不想被严宽牵着鼻子走，必须让皇后去议和。他是如此说，可他连个理由都不给朕，朕根本就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如果他给朕个理由，朕是会考虑的。是，他是没有说他的理由，可是臣妾也觉得，严宽突然要议和，并且提出那样的要求，其中必定有蹊跷。所以皇上，我们更不能按照他的要求去做。哎，行了，朕看并无不妥，合情合理。他们想跟谁谈？呵呵，想跟朕谈吗？那两个逆贼有何颜面来见朕呢？长公主、皇后都是女流之辈，身份相当，有何不可呢？可是皇上，好了，朕是95至尊金口玉言，况且皇后同意去了，朕也已经答应了。你想让朕出尔反尔不成？臣妾不敢。娘娘。议和的条件是否和皇上、太尉已经谈妥了？还不是走一步看一步。这次他们占了上风，条件不是这么容易谈的。那皇上是否和你说过，魏广不赞成你去议和？为何？其实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我也觉得此事有蹊跷。本宫是一国之母。也该实实在在的为江山社稷做点事情。以往本宫对前朝的事漠不关心，那是因为对皇上的怨念。可是现在，本宫看淡了，皇上来与不来，本宫都已经不在意了。那日你们在华仙宫发生的事情，兰坤后来都告诉我了。在本宫心里，真正打动人的是你跟魏广那样的真感情。那样的感情，至死不渝，真叫人感动。可别提那次了，当时我吓得手抖的连弩都拿不稳了。谢欣告诉魏广，你们能够为大梁江山做这么多，本宫也可以。好啊，就为了皇后娘娘这几句话，你去议和的那几天，我就帮你看好后宫。要是有人敢跳出来争宠，我就学你，把他整得不敢造次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在取笑本宫吗？哎，我不敢哦。行，那你说说，你之前还说过什么？什么本宫永远都是最大的，你永远都是最小的。还有呢？还有，你是姐姐，我是妹妹，你永远都是正宫娘娘，我就是你身边的小嫔妃。算你还有心。来，坐下说。姐姐，你这次去议和要答应我，无论长公主提出多么无理的要求，你都不要和她起正面的冲突，要忍耐，回来之后再做图谋。这还要你来告诉我？我会为你祈福的。知道了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皇后要出发了，什么时候能回来？皇宫离沙河里有3日路程，这一去一回，皇后需要6日才可以回来。若是详谈细节，可能需要更久，请母后不用挂心。我那逆女平日就目中无人，如今仗势在身，恐怕更加不好应对。皇后乃是一国之母，是全天下最高贵的女人，该有你的威仪。只是到时候一定要克制，不要跟他们有冲突。
否则要是一时意气谈崩了，苦的是大梁百姓。臣妾谨遵母后教诲，一定会记得忍让的，母后放心。皇后别来无恙啊。坐。都有得罪来晚了，这一路上到处都在闹灾，怕是今年不太平啊。皇后的架子越来越大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门见山。我、皇上、广定王都是母后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如此兵戎相见，恐怕之后史书工笔写出来也不好看。所以，我是愿意和谈的，将大梁分为2半，那边归你们，这边归我们。从此以后，你们继续叫大梁，我们叫后梁。井水不犯河水。如此一话，大梁的半壁江山不都成你们的了吗？长公主，你这算什么？江洋大盗吗？皇后，我请你来，是来和谈的。这里是沙河里，不是皇宫。我给你机会让你求和，不是让你来摆架子的。是求，不过是母后求我包容你这个逆女。看来，皇后今天是半点诚意都没有了。没有诚意的是你们。待你们拿下宁州，攻下韩城，打到了燕都，再嚣张也不晚。今日本宫也有划分的方法，不能你一人说了算。说来听听。从这儿以北的6个郡都送给你，就当是皇太后送给你的嫁妆。你那个弟弟不是喜欢当皇帝吗？就好好在这6个郡里当他的小皇帝。6个郡，整个江山都是小雨的。是你那个昏君用诡计抢过去的。我今天来，不是跟你聊什么坊间传言，我是来跟你谈停战的。好，那我们接着谈。我们占着12个郡，剩下的都归你们，我的退让也只能到此为止。如果你不同意，这场仗就由他打下去吧。别的也罢了，这梅城郡和东来郡绝对不可。这2个郡的百姓忠于皇上，其祖辈都是习武出身，这当中大多数人都为大梁战死疆场，而他们的子孙是绝对不可能离开大梁的。如果长公主硬是要了过去，怕是日后民心不和，麻烦的是你们自己。长公主，再过几日便是皇太后的寿辰，不如将这2个小小的郡送给皇太后做贺礼。我相信长公主也不希望天下百姓说长公主不忠不孝吧。请。姐姐，谈得怎么样？这个皇后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我软的硬的都用了，她最多只给我们10个郡，我暂未答应她。这事你们怎么看？10个郡，这个昏君他想得美。长公主不用动怒，谈成什么样根本不重要。这场戏本来就是给天下百姓看的，我心中还下着另一盘棋。尹大元帅，你这心里究竟想的是什么？也该告诉我们了吧？下到那一步时，广定王自然会知道。长公主，麻烦你派人告诉皇上，和谈谈崩了，
原因就是皇后太过嚣张，目中无人。如果她想继续和谈，就先废了她的后位，打入冷宫。我谋的是天下，我管她一个区区皇后做什么？长公主，迟些你就会知道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多打几场胜仗。那倒也是。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他们的精锐部队，这仗不好打呀。那有什么？不仅人在帮你，天也在帮你，而且鬼也在帮你。严大元帅，这什么意思？人便是在下，而天最近会天灾不断，百姓陷于疾苦，再加上赋税徭役的沉重，就只有造反了。而至于鬼，广定王见过一次，日后也会经常见到。不过广定王不用担心，这次他不是来害你，而是来帮你的。皇后，我那逆女怎么想？她会答应你的条件吗？很难说，还得看严宽和广定王。其实朕请你去，是为了摸摸他们的底。天灾闹这么久了，也该平息了。严宽只是一个妖言惑众的小人，没带兵打过仗，应该翻不起什么风来。参见皇上、太后、皇后。皇上，长公主来了一封密函。岂有此理！你们知道他们怎么说吗？怎么说的？他们说皇后你在和谈的时候飞扬跋扈，还说非要朕废了你的后位，打入冷宫，否则便不会再继续和谈下去。娘娘在和谈的时候是否发生了争执呢？没有，我和长公主并没有谈崩。逆子逆女啊！我怎么生了这么两个畜生？母后，太后，母后莫急，请坐下。开战已经有1月有余，表面上我们打了3场败仗，但臣是有心想试探对方的实力如何。他们比我们想象中羸弱很多，但有件事臣非常忧心。严宽提出只有皇上废了皇后，才可以重新谈判。臣百般思量，觉得这一定是他的攻心计，皇上万不可中计。您还记得臣在出发之前说过的话吗？这场仗打的是民心，皇后是一国之母，且深得民心。倘若废了皇后，便会失去民心，让长公主占了上风。故此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都不能废掉皇后，不然严宽就会不费一兵一卒，便赢了这场民心之战。